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沉默随手资助了3年的贫困生张丽，竟在大学新生群里把我家的私人直升机、定制豪车车库当自己的炫耀资本。他顶着顶级富豪的人设，被一群舔狗前呼后拥，甚至扬言要开着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直升机来报道。当我在群里善意提醒低调，却被他骂作眼红的穷酸鬼。舔狗们更是集体围攻，让我道歉。行，既然你这么爱装，那我就断了你的所有资助，看你拿什么维持这虚假的豪门梦。可这张丽为了圆谎，竟编造出海上宴会、御景山庄过夜等弥天大谎，甚至跑到我家别墅楼下堵门摆拍。开学当天，他拖着廉价行李箱出现在宿舍，却还在硬撑连夜从邮轮赶回，而我正坐在自家真正的直升机里，看着手机屏幕上他拙劣的表演，嘴角勾起冷笑。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9月的蝉鸣还未完全褪去，江城大学的新生群已经炸开了锅。兄弟们姐妹们，开学报到在即，都怎么来学校啊？咱先说违禁。一条消息伴随着几张高清图片强势刷屏，发送者的备注是赵宇。群里瞬间安静了0点几秒，随即像是被投入了一颗炸弹。我去，这不是直升机吗？还是粉色的？等等，图片左下角那标识，私人飞机。卧槽，赵宇大佬，隐藏富豪啊！江城大学，这是藏龙卧虎吗？大佬带我。图片里，一个穿着看似普通白色 T 恤的男生，正站在一架粉白相间的直升机前，笑得腼腆。另一张图则是俯瞰视角下，一个巨大的停满了各种顶级豪车的车库，劳斯莱斯、布加迪、帕加尼，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头。甚至还有几辆明显经过特殊定制、全球限量的款式。低调低调。赵宇很快又发来一条消息，语气带着一丝无奈，家里非让这么来，说第一次去大学，得体面点。其实我觉得坐高铁挺方便的，就是麻烦。大佬还缺腿部挂件吗？能拎包，能喊666的那种。呜呜，富豪哥哥看我会暖床，楼上的注意点，这是未来的商业巨子。咱们得尊称宇少。一个叫王浩的男生尤为活跃，疯狂刷屏。宇少牛逼，能和宇少一个寝室，是我王浩8辈子修来的福气。以后宇少的事就是我的事。端茶倒水，随叫随到。群里吹捧声一片，不少人已经开始脑补和顶级神豪同窗的辉煌未来。而正在用小号潜水的沉默，看着手机屏幕，眉头渐渐拧成了疙瘩。这直升机怎么那么眼熟？沉默下意识地点开图片，放大，盯着直升机侧面那个小小的、极其精致的家族徽章。那是他去年18岁生日时，老爷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粉雪1号，全球仅此一架。徽章是陈家专属的设计，还有那个车库。沉默的心跳漏了一拍，他对那个车库太熟悉了，那是他家位于江城半山腰的云顶庄园的地下车库，整整3层，停放着他爸和几个叔叔收藏的爱车。他自己的那辆哑光黑保时捷911 GT3 RS 就停在第2张图片的角落里，只露出了一个车头。搞什么鬼？沉默喃喃自语，一股荒谬感涌上心头。就在这时，他的另一个私人小号，那个他一直用来以陈先生的名义和他资助的贫困生联系的号码，收到了一条新消息，
发信人备注是赵宇，受助生。消息内容是：陈先生，马上开学了，我怕同学们看不起我，您看能不能让您家的管家开直升机送我去学校报道，就一次，求求您了，我保证以后更努力学习。沉默的目光在手机屏幕上的两个赵宇之间来回移动，一个是新生群里高调炫富、被众人追捧的宇少，一个是他印象中那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穿着打补丁衣服，在寒风中啃着干面包的贫困生。怎么会是同一个人？3年前，陈默跟着学校的公益团队下乡调研，在一个偏远山村的小卖部门口，看到了当时叫赵宇的少年。那天很冷，少年穿着单薄的旧棉袄，袖口都磨破了，正跪在地上，声音嘶哑地哀求小卖部老板：“大叔，求求您，先借我1块面包吧，我3天没吃东西了，等我以后有钱了，一定还您，双倍还您。”老板是个心软的，叹了口气，递给他一个干硬的馒头：“拿着吧，孩子，不容易。”少年抓过馒头，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连句谢谢都没顾上多说，就匆匆跑了。陈默当时心里一酸，后来他详细了解了赵宇的情况，父母早逝，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家徒四壁，连学费都凑不齐。出于同情，也出于一丝莫名的触动，陈默说服了家里，以父亲陈先生的名义开始资助赵宇，承担了他从高中到大学的所有学费和生活费，每个月按时打给他一笔足够他在当地体面生活的费用。赵宇一直表现得很感恩，每次收到钱都会发来长长的感谢信息，说自己一定好好学习，将来报答陈先生的大恩大德。陈默也一直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直到今天，看着新生群里赵宇那腼腆的笑容，看着他炫耀着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陈默只觉得一股火气直冲头顶。他深吸一口气，压下怒火，在新生群里缓缓打出了一行字：“同学，照片里的直升机和车库真的是你的吗？大家都是学生，刚开学，低调一点比较好。”他本想给赵宇留个面子，让他自己找个台阶下，然而消息发出后不到10秒，赵宇的回复就像炮弹一样砸了过来，语气充满了不屑和鄙夷：“哪来的穷酸鬼？说这话是戳到你痛处了吧？眼红我家有钱，真是可笑！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嫉妒我可以，但别在这里丢人现眼。我们寝室怎么会有你这种人？赶紧申请换宿舍，别脏了我的地方，不然我分分钟让你在江城待不下去。”赵宇的话像点燃了火药桶，头号舔狗王浩立刻跳了出来：“喂，你谁啊？敢这么跟宇少说话？不想活了？就是，赶紧给宇少道歉，不然有你好果子吃。宇少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拉低了您的身份。”一时间，群里不少被赵宇土豪形象震慑住的新生纷纷跟风，开始对陈默进行声讨：“就是人家宇少家里有钱，关你什么事？仇富心态要不得啊！同学，快道歉，不然我们都看不起你。”赵宇见状反而大度起来，发了个无奈的表情：“算了算了，大家都是同学，第一次见面，别这么不愉快。这位同学，以后说话注意点就行了，我不跟你计较。”这副大人有大量的模样，更是让王浩等人吹捧得更加卖力。陈默看着屏幕上滚动的留言，气笑了：“好，很好，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他没有再在群里跟赵宇争辩，
而是直接退出了新生群的聊天界面，然后打开了手机银行啊，手指在屏幕上快速点击，找到那几个他一直用来给赵宇转账的银行卡账户，毫不犹豫的，他按下了冻结账户的按钮。嗡！几乎是同时，他的那个私人小号收到了赵宇一连串的消息轰炸。陈先生，您在吗？陈先生，我的生活费怎么还没到？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陈先生，您是不是看到什么了？您听我解释，不是您想的那样。陈先生，求求您别断我的资助，我不能没有这笔钱啊！陈默看都没看，直接将赵宇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想装杯？行啊，我倒要看看，没了我给你的钱，你这顶级神豪的戏还能演多久？他又拿起另一部手机，拨通了管家老陈的电话。陈叔，陈默的声音很平静，把粉雪1号送去瑞士的原厂，就说我要做全面保养和改色，改成什么颜色？就改成那种最不起眼的灰色吧。对，近期都别让它出现在江城。还有云顶庄园的车库，这阵子加强安保，除了家里人，任何人不准进去拍照，尤其是那个地下2层。好的，少爷，我马上安排。老陈恭敬地应下。做完这一切，陈默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江城的车水马龙，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赵宇，你的表演才刚刚开始，而我会是那个最专业的拆台人。冻结账户和拉黑号码的操作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赵宇的心上。他看着手机屏幕上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的提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完了，陈先生一定是看到了新生群里的消息，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素未谋面、只存在于网络和汇款记录里的陈先生，竟然会关注他的新生群，而且还那么恰巧地看到了他炫耀的消息。一股巨大的恐慌感攫住了他。没有了陈先生的资助，他拿什么交学费？拿什么维持他之前向陈先生哭穷时描述的艰难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拿什么来继续扮演那个顶级神豪赵宇？不行，不能慌。赵宇在出租屋里来回踱步，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一定是误会，对，肯定是误会。陈先生那么好心，怎么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断了我的资助？他试图再次拨打陈默的号码，得到的依旧是冰冷的忙音。焦虑如同毒蛇，啃噬着他的理智。就在这时，新生群里又有人拉他：宇少，明天就开学报到了，您的直升机准备好了吗？我们都等着看粉雪1号呢。是啊，是啊，到时候可得让我们近距离参观一下。宇少威武。开学第一天就这么排面，看着这些消息，赵宇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直升机？他上哪去弄直升机？那个粉雪1号的照片，是他之前以感谢陈先生为由，软磨硬泡要到了云顶庄园的地址，说是要送点自家种的土特产。当时陈默在国外旅游，就让管家接待了他。他哪里有什么土特产，不过是想借机看看恩人住的地方有多豪华。结果一进云顶庄园，他就被那堪比宫殿的建筑和奢华的内饰惊呆了。尤其是在管家带他参观花园，路过停机坪时，他看到了那架粉白相间的直升机，以及后来借口参观车库时看到的那些只在杂志上见过的豪车。那一刻，强烈的嫉妒和虚荣心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趁管家不注意，偷偷用手机拍下了直升机和车库的照片。他想，反正陈先生那么有钱，根本不会在意这些。
而且陈先生远在天边，怎么会知道他在新生群里吹牛？他只想在那些未来的同学面前狠狠炫耀一把，摆脱掉贫困生的标签，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可他万万没想到，陈先生不仅知道了，还直接断了他的经济来源。怎么办？怎么办？赵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如果承认照片是假的，那他神豪的人设就彻底崩塌了。到时候不仅会被同学嘲笑，之前在群里吹过的牛都会变成笑话。但如果不承认，明天开学，他拿什么去兑现直升机的承诺？有了，赵宇眼中突然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我可以撒谎。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新生群里回复：实在抱歉各位同学，让大家失望了。群里顿时安静下来，不少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难道宇少要承认了？王浩第一个跳出来：宇少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赵宇顿了顿，发出了一条沉重的消息：是这样的，本来直升机都准备好了，管家也联系好了，但是昨天晚上我爷爷突然身体不适，进了医院。我爸爸和几个叔叔都在国外谈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一时半会赶不回来，家里的事情只能我来处理。爷爷那边离不开人，所以这次开学可能没办法坐直升机去了，实在是对不住大家。他还配上了一张模糊的医院病房照片，那是他在网上随便找的。这个理由合情合理，又带着一丝豪门恩怨的无奈，瞬间扭转了风向。啊，宇少爷爷生病了，那可太要紧了，老人家身体最重要。开学报道，不急不急，宇少别担心，好好照顾爷爷，我们在学校等你。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突然变卦了呢？情有可原，情有可原。王浩更是痛心疾首：宇少，您怎么不早说啊？跟我们客气什么？家里事大，你赶紧忙，学校这边有我们呢。赵宇看着群里的理解和关心，暗暗松了口气，同时也尝到了撒谎的甜头。只要谎言够逼真，总能找到借口。他甚至觉得自己这个临时变故的理由简直天衣无缝。然而他没高兴多久，又一个问题摆在了他面前：学费。江城大学虽然不是顶尖名校，但学费也不便宜，加上住宿费、书本费等等，开学第一笔开销就是一大笔钱。以前这些钱都是陈先生直接打给他的，他只需要去交就行。可现在账户被冻结了，他上哪去弄这笔钱？他摸了摸口袋里仅剩的几百块钱，那是这个月刚收到没几天的生活费，还没来得及挥霍，这点钱连学费的零头都不够。妈的，陈默那个老东西！赵宇忍不住低声咒骂起来：等我以后发达了，一定要让你好看。他想过找同学借钱，但刚开学，谁会把钱借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而且他现在可是豪门少爷，怎么能放低姿态去借钱？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个人，他的奶奶。他拨通了奶奶的电话，语气带着哭腔：奶奶，我学费不够了，你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电话那头传来奶奶苍老而疲惫的声音：小雨啊，奶奶能有什么办法啊？家里就那点积蓄，为了给你凑路费来江城，已经全拿出来了。要不你跟你说的那个陈先生再求求情，别提他了。赵宇不耐烦地打断他最近资金周转困难，暂时帮不了我。他怎么可能告诉奶奶是他自己做，把金主给得罪了？那可怎么办啊？奶奶在那头唉声叹气：要不
咱先跟学校说说，申请缓交。缓交。赵宇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不行，那样会被同学知道的。奶奶，你再想想办法，去跟邻居借，就说我以后一定还。他几乎是用命令的语气对着奶奶说话，完全忘了当初那个在寒风中啃馒头的少年是如何依赖着奶奶。挂了电话，赵宇看着手机屏幕，眼神阴鸷。他必须尽快弄到钱，不仅是学费，还有生活费，否则他豪门少爷的身份不用别人拆穿，自己就先露馅了。就在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手机里存着的云顶庄园的照片上，一个更加大胆也更加危险的念头在他心中滋生。9月1日，江城大学开学报到日，校园里人头攒动，彩旗飘扬，到处都是拎着行李箱，面带兴奋或忐忑的新生和陪同的家长。陈默开着一辆普通的黑色大众帕萨特，混在车流中，低调地驶入了校园。这是他特意让管家准备的代步车，相比于他平时开的车，这辆帕萨特简直朴素的不能再朴素。他不想太高调，至少在处理完赵宇这件事之前，他想先看看这位宇少到底要如何收场。停好车，陈默拖着行李箱走向男生宿舍区。他住的是402寝室，4人间。当他走到寝室门口时，门是开着的，里面已经有2个人在了。一个穿着名牌运动服，戴着耳机，正对着镜子整理发型。看到陈默进来，只是瞥了一眼，便又转了回去，态度有些傲慢。另一个则是在新生群里疯狂吹捧赵宇的王浩。王浩看到陈默，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认出了他就是那个在群里顶撞赵宇的人，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屑和轻蔑。哟，这不是那位眼红怪吗？王浩阴阳怪气地说道，怎么还敢来我们寝室？不怕于少回来收拾你？陈默没理他，径直走到靠窗的那个空床位，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嘿，你这人怎么回事？跟你说话呢。王浩见陈默不理他，觉得失了面子，上前一步挡在陈默面前。我告诉你，等宇少来了，有你好果子吃，识相点就赶紧换寝室，别逼我们动手。旁边那个戴耳机的男生也摘下了耳机，皱着眉头看了过来，似乎对寝室里的气氛有些不满，但也没说什么。陈默放下手中的枕头，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着王浩，说完了就让开，别挡着我收拾东西。他的眼神很淡，却带着一股莫名的压力，让王浩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就在这时，寝室门又被推开了，走进来的是一个女生，穿着时尚，妆容精致，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似乎在查看什么。她看到寝室里的人，眼睛一亮，尤其是看到王浩时，脸上露出了笑容。同学，请问这里是402寝室吗？王浩立刻换上一副谄媚的笑容。是啊，美女你是？我叫刘薇，是隔壁401寝室的。刘薇笑了笑，目光在寝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陈默身上，似乎有些疑惑，但很快又移开了。我听说赵宇同学是住在这里吗？哦，你说宇少啊？王浩立刻来了精神，拍着胸脯说道，是啊，宇少是我们寝室的。怎么了？刘薇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没什么，就是想过来打个招呼。听说赵宇同学家里很有钱，是真的吗？那还有假？王浩唾沫横飞地吹嘘起来。你是没看到新生群里宇少发的照片？直升机、私人车库，
全是顶级豪车，那才叫一个豪。他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仿佛自己亲眼所见。刘威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点头，脸上露出崇拜的表情。但陈默敏锐地发现，刘威在听王浩吹嘘的时候，眼神深处似乎藏着一丝怀疑，或者说是一种审视。原来是这样。刘威听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真是太厉害了。不过今天好像没看到赵宇同学来报道。嗨，别提了。王浩叹了口气，把赵宇之前编的爷爷生病的理由又说了一遍。宇少家里有事，估计得晚一点到。这样啊。刘威笑了笑，那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等赵宇同学来了，麻烦跟他说一声，就说隔壁401的刘威来找过他。说完，他又深深地看了陈默一眼，这才转身离开。刘威走后，王浩还在那喋喋不休地跟那个戴耳机的男生吹嘘赵宇的辉煌事迹，试图拉拢关系。那个男生只是偶尔嗯一声，显得兴趣缺缺。陈默则继续整理着自己的东西，心里却在琢磨着刘威这个人。她看起来不像是单纯的花痴少女，她的眼神很亮，带着一种精明和算计。她特意跑来打听赵宇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他也发现了什么不对劲？就在这时，陈默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新生群里有人全体成员。他点开一看，是赵宇发的消息：各位同学，抱歉让大家久等了，我刚处理完家里的事情，现在正在来学校的路上。本来想让管家开直升机送我，但考虑到时间紧迫，而且爷爷那边还需要人照顾，就没让他们折腾。我现在坐的是家里的私人司机开的车，很快就到学校了。对了，昨晚我连夜从医院赶回来，路过玉景山庄的时候，还碰到了一位老同学，可惜天太黑，没来得及打招呼。他还配了一张坐在豪车里的照片，照片里只有车内的一部分，看起来确实很豪华，但背景模糊，看不出具体车型。玉景山庄，我靠，那不是江城顶级富豪住的地方吗？宇少果然是宇少，连住的地方都这么高端，厉害了我的哥！坐等宇少驾到，王浩更是激动，宇少终于要来了，兄弟们准备好迎接大佬。陈默看着玉景山庄4个字，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赵宇，你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玉景山庄那是他外婆家名下的产业，他小时候经常去住，对那里熟的不能再熟。赵宇这是打算把谎圆到底，甚至不惜把据点都搬到了玉景山庄。也好，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那我就不客气了。陈默拿出手机，给管家老陈发了一条消息：陈叔，查一下最近有没有一个叫赵宇的人在玉景山庄附近活动，或者试图进入山庄。另外，帮我准备一份礼物，等会儿可能用得上。老陈很快回复：好的，少爷，马上办。做完这一切，陈默将手机揣回兜里，抬眼看向寝室门口，仿佛已经看到了赵宇即将到来的精彩表演。而此时，江城大学门口，一辆略显陈旧的出租车缓缓停下。赵宇从车上下来，看着眼前气派的校门，深吸了一口气。他特意换上了一身看起来比较昂贵的仿冒名牌运动服，头发也梳得油光锃亮，试图营造出一种低调奢华的感觉。他拉着那个已经有些磨损的行李箱，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硬着头皮走进了校园。他的心里七上八下，既担心自己的谎言被戳穿，又抱着一丝侥幸，希望能蒙混过关。赵宇，
这边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赵宇抬头一看，正是王浩，正站在宿舍楼门口，对着他使劲挥手。王浩身边还站着几个男生，看表情应该都是听说了他事迹的同学。赵宇咬了咬牙，脸上挤出一个从容的笑容，大步走了过去。宇少，您可算来了。王浩立刻上前，想要接过赵宇的行李箱。路上辛苦了。没事，一点小事。赵宇摆了摆手，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云淡风轻。家里有点事，耽误了点时间，理解理解。旁边的男生纷纷附和。赵宇享受着众人崇拜的目光，心里的不安稍微减轻了一些。看来只要他演技够好，暂时是安全的。他挺了挺胸膛，正要开口说些什么亲民的话，突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了起来：“赵宇同学，你昨晚真的去了玉景山庄？”赵宇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气质出众的女生站在不远处，正是刚才去过402寝室的刘薇。刘薇的脸上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眼神锐利地盯着赵宇。赵宇的心猛地一跳，这个女生怎么回事？刘薇的突然发问，让原本热闹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赵宇和刘薇身上。赵宇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强装镇定地问道：“这位同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刘薇笑了笑，语气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尖锐。“只是我昨晚也在玉景山庄附近，好像没看到什么豪车经过呢。”他顿了顿，目光在赵宇那身明显有些不合身的仿冒运动服和那个破旧的行李箱上扫过，继续说道：“而且玉景山庄的安保很严格，不是业主或者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根本进不去。赵宇同学，你昨晚是进去了，还是只是在附近路过？”刘薇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精准地刺向了赵宇谎言的漏洞。周围的同学也纷纷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是啊，玉景山庄是什么地方？那是江城真正的顶级富豪聚居地，岂是说进就进的？”赵宇说他昨晚路过，还碰到了老同学，可他这一身打扮，怎么看也不像是能和玉景山庄扯上关系的人。王浩见状，立刻跳出来为赵宇辩解：“刘薇同学，你这是什么意思？怀疑宇少撒谎吗？宇少是什么身份？会骗你吗？说不定是你眼神不好，没看到呢。”“我眼神好不好不重要。”刘薇没有理会王浩，依旧盯着赵宇。“重要的是，赵宇同学，你说你家在玉景山庄有房子，是真的吗？”赵宇被刘薇看得有些发毛，额头上又开始冒汗。他没想到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生竟然这么难缠。他深吸一口气，强作镇定地说道：“我家有没有房子跟你有关系吗？我只是说昨晚路过碰到了老同学，又没说我住在那里。”他试图转移话题，避开刘薇的锋芒。“哦，路过。”刘薇挑了挑眉。“玉景山庄位于半山腰，周围荒无人烟，你半夜3更的特意开车去那么偏僻的地方路过？”赵宇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哪里知道玉景山庄的具体位置和环境，他只是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介绍，知道那是富人区，就随口说了出来，没想到会被刘薇抓住把柄。“好了好了。”王浩见赵宇有些下不来台，赶紧打圆场：“刘薇同学，大家都是同学，第一次见面，没必要这么咄逼人吧？宇少刚回来，肯定很累了，有什么事咱们进了寝室再说，不行吗？
旁边的一些同学也觉得刘威有点过分了，纷纷附和王浩的话，就是刚来就吵架，多不好。赵宇同学别在意，他可能就是好奇。刘威看着赵宇那略显慌乱的眼神和额头上的汗珠，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没有再继续追问，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抱歉，我只是随口问问。”赵宇同学，欢迎来到江城大学。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留给赵宇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赵宇看着刘威的背影，心里七上八下，总觉得这个女生不简单。宇少，别跟她一般见识，女人嘛，就是嫉妒心强。王浩赶紧上前拍着赵宇的马屁，走，我带你去寝室。赵宇强压下心中的不安，点了点头，跟着王浩走进了宿舍楼。一路上，王浩不停地向周围的同学介绍着宇少的光辉事迹，引来不少人侧目和议论。赵宇努力摆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接受着众人的瞩目，但心里却像揣了一只兔子，砰砰直跳。刚才刘威的质问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谎言并不是天衣无缝，只要有人稍微较真，就很容易露出马脚。他必须更加小心才行。来到402寝室，赵宇看到了正在铺床的陈默。当他的目光和陈默对上时，他的心里猛地一咯噔，就是这个人，在新生群里质疑他的人。赵宇的眼神瞬间变得有些不善，带着一丝警告和敌意。陈默却像没看到一样，依旧不紧不慢地铺着自己的床，仿佛赵宇只是一个普通的室友。这种无视让赵宇感到了一丝羞辱，他哼了一声，走到自己的床位靠门的那个，将行李箱扔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响。喂，你就是那个在群里胡说八道的人吧？赵宇阴阳怪气地对着陈默说道。怎么，看到本少来了，不敢说话了？陈默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着他。你想多了，我想多了。赵宇冷笑一声，我告诉你，以后在寝室里给我放尊重点，别以为你是谁也配跟本少说话。他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找回场子，震慑住陈默。王浩立刻附和，就是宇少说话，你听着就行，少废话。旁边那个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戴耳机男生也皱着眉头看了赵宇一眼，似乎对他的态度有些不满，但依旧没有开口。陈默没有理会赵宇的叫嚣，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寝室是大家住的地方，希望你能保持安静，别影响别人。说完，他便不再理会赵宇，继续整理自己的东西。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让赵宇更加生气，却又无可奈何。他总不能真的动手吧？那岂不是显得他很没风度？哼，走着瞧。赵宇撂下一句狠话，便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他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些高档的生活用品，其实很多都是高仿或者地摊货，故意弄得响声很大，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王浩则在一旁不停地吹捧，哇，宇少，你这手表是最新款的百达翡丽吧？太帅了！还有这香水，我认识，是某某品牌的限量款，有钱真好啊！赵宇享受着王浩的吹捧，心里的不安稍微缓解了一些。就在这时，陈默的手机响了，是管家老陈打来的。陈默走到阳台上，接起了电话。少爷，你让查的事情有结果了。老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那个叫赵宇的人，最近确实在玉景山庄附近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我们的安保人员注意到他了，他好像一直在山庄外面徘徊，还试图跟安保人员套近乎，想进去，但都被拦住了。另外，
您要的礼物我也已经准备好了，按照您的吩咐，放在了学校附近的星巴克咖啡馆，您随时可以去取。好，我知道了。陈默点了点头，辛苦陈叔了。挂了电话，陈默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果然不出所料，赵宇不仅在撒谎，还试图去玉景山庄踩点，想要让他的谎言更加逼真。可惜他找错了地方，玉景山庄是他外婆家的产业，安保系统是他亲自参与设计升级的，岂是一个小小的赵宇能随便混进去的？赵宇，你的戏越来越不好演了啊！陈默喃喃自语。他转身回到寝室，看到赵宇还在那炫耀着他的高档用品，王浩则像个跟班一样在一旁不停地附和。陈默没有理会他们，拿起自己的校园卡和钱包，对那个戴耳机的男生说了一句：“我出去一下。”说完便离开了寝室。他要去星巴克取老陈给他准备的礼物，他倒要看看，当这份礼物送到赵宇面前时，这位宇少会是什么样的表情。而此时，寝室里的赵宇看着陈默离开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得意。算你识相，他低声嘀咕了一句，继续享受着王浩的吹捧。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他的头顶缓缓落下，而那个叫刘薇的女生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并质疑他？他到底是什么身份？这一切都像一颗颗埋下的地雷，随时可能在赵宇的神豪之路上爆炸。陈默走出宿舍楼，秋日的阳光有些刺眼，他不紧不慢地朝着学校附近的星巴克咖啡馆走去。路上，他拿出手机，点开了一个加密的社交软件，里面只有寥寥几个联系人，都是他的发小和家族里的核心成员。他给其中一个叫胖子的联系人发了条消息：“胖子，帮我查个人，江城大学新生赵宇，重点查他的家庭背景、经济状况，以及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举动。”胖子是京城有名的情报通，家里从事的就是信息相关的产业，查个人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很快，胖子回复了一个 OK 的表情，收起手机，陈默走进了星巴克。老陈已经安排人把东西放在了靠窗的一个位置，用一个普通的纸袋装着，上面没有任何标识。陈默走过去，拿起纸袋掂量了一下，里面东西不多，但分量不轻。他没有停留，直接离开了咖啡馆，朝着学校的方向走去。与此同时，402寝室里，赵宇正在为王浩科普着各种奢侈品知识，唾沫横飞，手舞足蹈。所以说，真正的顶级豪车讲究的是定制，是独一无二的标识。你像我家车库里的那辆布加迪，就是专门请意大利设计师定制的，全球仅此一辆。光那个内饰，王浩听得一脸痴迷，连连点头。哇，宇少，您懂得可真多，不愧是豪门出身。旁边那个戴耳机的男生终于忍不住了，摘下耳机，皱着眉头说道：“同学，你能不能小点声？我在看书。”这个男生名叫李伟，是个学霸，性格有些内向，不太喜欢热闹。赵宇被打断，有些不悦，但还是强装镇定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啊，同学，聊得有点兴奋了。李伟没再理他，戴上耳机，继续看自己的书。赵宇碰了一鼻子灰，心里有些不爽，但也不好发作，只能悻悻地闭上了嘴。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赵宇皱了皱眉，接了起来。喂，谁啊？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的男声，语气恭敬。请问是赵宇先生吗？是我，
你谁？赵宇先生您好，我是海天盛宴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对方说道，恭喜您，您已经通过了我们的审核，获得了参加本届海天盛宴的资格。海天盛宴，赵宇愣住了，这个名字他好像在哪里听过，似乎是一个非常高端、非常奢华的聚会。是的，赵宇先生，对方继续说道，本届海天盛宴将于下周末在我市举办，届时将有众多商界名流、社会精英参加，我们希望您能拨冗出席。赵宇的心脏猛地一跳，高端聚会，商界名流，这不是正好可以用来继续包装他豪门少爷身份的机会吗？他强压下心中的激动，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哦，是吗？我知道了。那请问赵宇先生，您是否确认参加呢？我们需要提前为您安排席位和相关事宜。赵宇眼珠一转，说道，参加是肯定参加的，不过我最近比较忙，具体的细节你们跟我的助理联系吧。他根本没有助理，但他不能在对方面前露怯。好的，赵宇先生。对方似乎没有怀疑，那您方便告诉我您助理的联系方式吗？赵宇卡壳了，他上哪去找助理？他灵机一动，说道，这样吧，你把相关的资料和联系方式发到我的邮箱里，我让助理跟你们对接。好的，没问题，赵宇先生。对方报上了一个邮箱地址，我们稍后会把详细资料发送到您的邮箱，请您注意查收。挂了电话，赵宇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真是天助我也！这个什么海天盛宴，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立刻打开新生群，发了一条消息，刚接到通知，下周末要去参加一个海天盛宴，有点忙，没办法，家里安排的都是些商业上的事情，麻烦。他还特意了所有人，消息发出，群里再次炸开了锅。我靠，海天盛宴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顶级聚会，宇少牛逼啊！这种级别的聚会都能参加，果然是豪门子弟，接触的圈子就是不一样。宇少，到时候能不能拍点照片让我们开开眼啊？王浩更是激动，宇少，您太厉害了，这种场合都能去，以后我跟定您了。赵宇看着群里的吹捧，心里得意极了。之前被刘威质疑和被李伟打断的不快，瞬间烟消云散。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天才，总能在关键时刻找到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然而，他没有注意到，在他发完这条消息后，群里有一个人嘴角勾起了一抹冰冷的笑容，那个人就是陈默。陈默刚刚回到寝室门口，就看到赵宇在群里发的消息，海天盛宴。陈默的眼中闪过一丝玩味，有意思，看来赵宇为了维持他的谎言，已经开始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把自己包装成能够参加顶级商业聚会的精英了。他推开门，走进寝室。赵宇看到陈默回来，故意扬了扬手机，得意地说道，看到了吗？刚接到的通知，下周末去参加海天盛宴。有些人啊，这辈子都没机会接触到那种场合。他明显是说给陈默听的。陈默没有理会他，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前，放下手中的纸袋。哟，买什么好东西了？赵宇见陈默不理他，有些不爽，阴阳怪气地问道，不会是去学校门口的地摊买的吧？王浩也跟着起哄，就是有些人啊，一辈子只能逛地摊，哪见过什么世面。陈默依旧没有说话，只是打开了那个纸袋，里面装着的是一个精致的相框，相框里不是照片，而是一张打印出来的A4纸，纸上
是一张监控截图，截图的内容是赵宇穿着他那身仿冒运动服，鬼鬼祟祟地在御景山庄的大门外徘徊，试图和门口的安保人员说话，但被安保人员摆手拒绝的画面。截图的时间赫然是昨天晚上。陈默将相框放在了自己的书桌上，正面朝着寝室的方向，让走进来的人一眼就能看到。做完这一切，他才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着赵宇，缓缓说道：“赵宇同学，你昨晚真的去了御景山庄吗？”赵宇顺着陈默的目光，看到了书桌上的相框。当他看清楚截图上的内容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血仿佛在一瞬间从他的脸上褪去。他怎么会有这张监控截图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了他的脸上。王浩也看到了相框里的内容，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嘴巴张得大大的，说不出话来。寝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黎维也摘下了耳机，看着相框里的截图，眉头紧锁。赵宇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看着陈默那双平静的眼睛，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惹上了一个不该惹的人。这个人似乎早就知道了他的谎言，并且一直在收集证据，等着看他的笑话。你这是什么意思？赵宇的声音有些颤抖，强作镇定地问道：“你偷拍我？”偷拍？陈默笑了笑，摇了摇头：“这不是我拍的，这是御景山庄的安保监控。”御景山庄的安保监控？赵宇的声音更加颤抖了。你怎么会有这个？因为陈默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一字一句地说道：“我外婆就住在御景山庄。”轰！这句话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寝室里炸开，赵宇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呆住了。王浩更是目瞪口呆，看看陈默，又看看赵宇，大脑一片混乱。外婆住在御景山庄，那岂不是说陈默才是真正的豪门子弟？而赵宇，他之前说的那些话，炫耀的那些东西，岂不是全都是假的？谎言的裂痕在这一刻彻底撕开。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